淮海战役中，蒋介石认为会战兵力是80万对60万，优势在我，结果却是国民党军输得一败涂地，几乎损失了全部有生力量。明明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为何会输得如此惨烈呢？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人物，时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的刘峙。话说在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内部开始着手调整前线指挥体系，计划选派一人驻守徐州。徐州究竟是何等重要之地？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讲，那是决定王朝兴亡的战略要地。自古以来便有问鼎中原的说法，更是当时国民党政权首都南京的北大门。一旦徐州失守，南京将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兵锋之下。如此关键的战略要地，即便不选一位能征善战的猛将驻守，至少也该挑选一位能力合格、责任心强的将领吧。当时国民党内部并非无将可用，相反，白崇禧、薛岳、孙立人等将领皆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与出色的指挥才能，堪称名将如云。可蒋介石却没有从这些能力出众的将领中挑选，反而矮子里拔矮子，选定刘峙担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这一任命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军内部一片哗然。要知道，刘峙的外号是都将军、长腿将军，这两个外号背后是他多年来糟糕的军事表现。抗日战争期间，刘峙曾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可在日军的攻势下，他所不却一溃千里，甚至在部分战役中，他见到日军便懒得组织抵抗，直接率军撤退，因此落下了长腿将军的骂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刘峙的表现依旧一如既往的糟糕，多次在与解放军的作战中损兵折将。蒋介石难道不清楚刘峙的真实能力吗？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与蒋介石一贯的用人传统密不可分。蒋介石用人从不看重将领的能力强弱，只看对方是否听话，只要足够忠心，对自己言听计从，即便对方是能力平庸之辈，也照样会被重用。一开始蒋介石其实有意让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大战区的部队。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军事才能出众，若由他统筹指挥，或许能改变战局。然而蒋介石与白崇禧之间矛盾极深，他既忌惮白崇禧的实力，又害怕对方趁机掌握更大兵权，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至于薛岳、孙立人等将领，虽作战勇猛，指挥能力强，却因性格耿直，不愿完全顺从蒋介石的意志，甚至有时会坚持自己的战略主张，也被蒋介石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反观刘峙，他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最关键的是对蒋介石绝对服从。蒋介石需要的是一个能绝对贯彻自己意图，不搞派系纷争的传声统师主帅，而非一个拥有独立战略思想的帅才，这样才不会妨碍自己在后方进行遥控指挥。在此背景下，刘峙虽能力平庸，但资历较深，忠诚度高，且无派系背景，不会构成威胁，自然而然成为了蒋介石眼中的唯一人选。除此之外，蒋介石对这一仗的预期也并非取胜，他认为只要能守住徐州即可。在他看来，以刘峙的能力，打一场单纯的防守战应该不成问题。毕竟刘志年轻时也曾有过高光表现，在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期间，他多次临危受命，扮演救火队的角色，曾协助国民党军队稳住过战局，这也是蒋介石对他仍有一丝信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还盘算着另一层心思，即便徐州最终失守，若刘志能在城破之际杀身成仁，也能激励国军士气。届时，国民党军主力中的邱清泉兵团、黄百韬兵团、李弥兵团等，或许还能趁机组织反攻。而在杀身成仁这一问题上，刘志当场便向蒋介石做出了保证。他说，要我做官，不能奉命，要我拼命，义不容辞。这番表态，像极了当年抗日战争初期守卫南京时，唐生智信誓旦旦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最终却弃城而逃的模样。可牛皮总有吹破的一天，无能者终究会误事。淮海战役一开打，解放军根本不与国民党军进行无关的周旋，而是集中兵力直扑国军防区，主动寻求决战。面对解放军凌厉的攻势，刘志顿时慌了神，完全不知该如何组织有效防守。他也清楚自己的能力几斤几两，急忙向蒋介石请求增派得力将领。最终蒋介石派来了杜聿明，但杜聿明仅被任命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可杜聿明到来后，处境却十分尴尬。他虽有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实战经验，却只是副总司令，正职仍是刘志。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还在后方不断进行遥控指挥，
事事干涉前线决策，杜聿明即便有再好的战略构想，也根本没有施展的空间。当时80万国军虽在正面与解放军对峙，国民党军高层内部却矛盾重重，刘峙与杜聿明之间，各兵团将领之间，为了权力与指挥权争得脸红脖子粗，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作战意志。更荒唐的是，身为前线主帅的刘峙，甚至在战争期间还利用部队的物资资源中饱私囊，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国民党军的战绩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贻误，战局彻底陷入被动，一路溃败，许多将领要么战死沙场，要么沦为解放军的俘虏。反观曾立下杀身成仁誓言的刘峙，却凭借着跑得快的特点，在混乱中再次逃过了被俘的命运。当时，蒋介石对刘峙的表现恨得咬牙切齿，若非身边人极力劝阻，恐怕真的会将刘峙处死。即便没有处死刘峙，蒋介石也没打算原谅他。后来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时，蒋介石更是三令五申，坚决不允许刘峙跟随前往台湾。两人之间仅存的一点信任与旧情，至此彻底破裂。